南怀瑾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：不管是为政还是做事，是靠人生经验的累积。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？简单的4个字：人情世故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职场就像江湖。江湖是什么？江湖就是人情世故。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，懂点人情世故，才能让你职场之路走得更从容。1. 关于说话。俗话说得好，职场会说话，办事就开挂。在职场，工作能力固然是第一竞争力，但说话能力和工作能力同样重要。不仅要活干得漂亮，还要话说得好。说话是一门高级艺术，张口说话不难，难的是把话说好听。如果你平时笨嘴拙舌，不是很会说话，下面这12条沟通技巧请牢记于心。1. 戴上耳朵，闭上嘴巴。会说话的多说，不会说话的少开口，言多必失。2. 经常用语言赞美别人，这样为难咱的人就少了。经常用物质感谢别人，这样帮咱的人就多了。3. 沟通不要用质疑的语气，你懂不懂啊，你会不会呀之类的话真的很伤人。4. 管住嘴巴，不要随便议论同事，也不要在背后说同事的坏话。即使你很讨厌他，看法埋在心里即可。5. 不要在公共场合批评别人，尽管你毫无恶意，对方的自尊心被伤害，自然也会对你有意见。6. 性格豪爽，不代表说话可以直来直去，说话要委婉，不要太直。7. 不要跟同事抬杠，对方心生芥蒂，工作的时候就会故意不配合你，刁难你，甚至还会报复你。8. 学会表达要素，不啰嗦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9. 说话的第一步便是先倾听，只有倾听你才能够更好理解对方的需求，从而实现有效沟通。10. 不过于执着对错，跟意见不一致的人沟通，即使心里不认同，嘴上也要回答是的。11. 正确理解那些赞美，是为了迷惑你，进而干掉你。12.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说话，就请记住一点，真诚永远是必杀技。2. 关于领导。职场上，很多人对领导总是有一种莫名的畏惧感，担心说错一句话，做错一件事就会被批评或惩罚。他们不敢多跟领导说话，也不敢走得太近，甚至领导问起事情来就脸红紧张。如果你害怕领导，远离领导，那么领导就容易忽视你，或者觉得你胆小不担事，看不上你。真正的高手和领导打交道时，往往掌握了10条人情世故。1. 如果你不同意领导的方案，最好私下找机会和领导谈，不要当众提出来。2. 努力工作很重要，但不要只顾埋头干活，要懂得在领导面前表现，还要积极向领导汇报。3. 把握不住的问题，积极向领导请示。4. 不和任何同事背后议论领导，你说领导不好，没准同事转身把你卖了。有人当你面议论领导，你就笑而不语。5. 大事及时汇报，小事懂得自己做主，别让领导觉得你连件小事都办不好。做事围绕一个原则，能帮公司赚钱就行。6. 找领导办事要学会公事公办，私事私办。7. 不要越级汇报。8. 不管领导多赏识你，多信任你，都不要越界，上司永远是上司。9. 不要抢领导风头。你可以比领导优秀，但不要表现出比领导优秀，免得抢了风头，平遭记恨。10. 大家都很讨厌拍马屁的同事，但让领导喜欢你说的话，是智商也是重情商。3. 关于同事。从统计学角度来说，一个人工作时间在人生中占比至少1/3，我们与同事相处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家人。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，工作上需要得到同事的支持和帮助，共同完成工作任务。但也有人说，职场最让人难受的往往不是工作本身，而是工作中遇到的人。有工作的地方就有同事，
有同事的地方就有江湖。所以学点为人处世之道很有必要。和同事相处，这13个职场潜规则十分重要，要知道：一、警惕那些在你面前八卦别人的同事，他们在别人面前也会八卦你。2、不要把家里的琐事讲给同事听，说了就是公司的新闻。3、同事之间知面不知心，关系再好也不能成为朋友。4、能帮的忙就帮一帮，但是千万别做有求必应的老好人，该拒绝的时候也要果断拒绝。5、别怕得罪同事，平级的同事，一不能决定你的工资，二不能影响你的前途。永远忍让，只会让他得寸进尺，觉得理所应当。6、除非同事向你请教，否则不要随便去指点别人。你的卖弄和炫耀只会被人当成笑话。7、不要抱怨，同事会把你当成一个爱传递负面情绪的人。8、同事之间最好不要有债务关系。9、不能跟同事透露自己的真实工资，从事的副业。10、奶茶社交简单有效，新人入职入圈最简单的方法。11、不要在公司拉帮结派，一旦站错方队会影响你以后的工作。12、不主动树敌，只要对方不损害到自己的利益，就一直温柔以待下去。13、辞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，除非你铁了心要辞职。4、关于自我，在职场中，你可以能说会道，也可以八面玲珑，但无论任何时候，最讨喜的永远是一个人无可替代的能力以及其所创造的价值，剩下的不过都是锦上添花。那些靠说漂亮话、小恩小惠、私交拉拢来的人心，都远不及用实力所赢得的尊重来得牢靠。无论你在任何公司上班，最重要的是保持自我成长。下面这10条建议，助力你在职场之路中变得更强大。1、积累资源，提高专业能力，打造自己的职业护城河。2、学会拒绝不必要的社交活动，把精力用在自我提升上。3、先做事后赚钱，而不是反过来。4、只有忙起来，才会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5、有长远的规划，大方向上不糊涂，小事情上面偶尔吃点亏，无伤大雅。6、放下自视甚高，沉下心来做小事。7、少在意别人，多专注自己，少关注情绪，多重视成长。8、研究再多人，都不如踏踏实实把事做好。职场是一个讲实力的地方，没有实力就不要幻想别人会尊重你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9、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不管你的能力有多强，都要学会低调，收起锋芒。10、少一点想法，多一些实干。圈层突围里提出过一个黑洞人的概念，意思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批人，他们情绪消极，遇事没有担当，如同黑洞一样，将周围人吞噬于泥淖之中，强迫你接受他，认可他的想法和情绪，直到榨干你最后一滴正能量。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黑洞人，一定要屏蔽远离。1、反馈黑洞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事？在群里通知一个消息，即便是到了他本人，他看到也不回复，让你在手机那头干着急。你和他合作完成一项工作，他不汇报进度，导致其他环节也无法推动，项目陷入停滞。你交代一件事情，他答应下来后，到了截止时间才告诉你中途出了某个岔子，让你抓狂。这就是罗振宇口中职场中最没有前途的一种人——反馈黑洞。上级给他的任务，同事给他的需求，客户给他的意见，总是得不到及时反馈，就好像所有的信息都被黑洞吞噬，
完全没有回音。做事有头没尾，看似是工作习惯的问题，其实是缺乏同理心和不靠谱的表现。我之前在纸媒工作的时候，每个月都会向专栏作者催收最新一期的杂志稿件。有一个爱拖稿的作者迟迟没有上交，我打电话过去催促，他回复说还需要2天时间。当时整本杂志的内容都完成的差不多了，为了等那篇稿子，整个团队的工作节奏被打乱。2天过去后，依旧没等来那篇稿件，发过去的消息也是石沉大海。眼看快到截稿期了，主编按耐不住怒火，通知把那位作者从专栏撤下，往后杂志社再也不采用他的任何稿件。职场上有个名词叫做闭环思维，通俗地说，就是凡事有交代，件件有着落，事事有回音。收到回复、事后反馈这样的小细节，反映了一个人的职业化程度。懂得用闭环思维去想事情、办事情，才是真正的负责和最大的靠谱。2. 情绪黑洞。美国洛杉矶大学的心理学家加里·斯梅尔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情绪传染实验。他让一个笑容满面的人与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共处一室，并观察2人的情绪变化。结果不到半个小时，那个原本笑容满面的人也开始变得闷闷不乐。为了排除实验的偶然性，斯梅尔随后还做了一系列验证。研究结果无一例外均表明，人的消极情绪会在20分钟之内传染给别人。想想看，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？同事李姐向你抱怨家里的一地鸡毛，你也想起琐碎的糟心事。新来的实习生小刘跟你吐槽说公司福利待遇差，你不禁想起被领导批评的部分。不知不觉，他人的情绪就像2手烟一样，把你熏得头晕目眩，无法沉下心来工作。美国作家珍妮大学毕业后，在《纽约前锋报》当编辑。当时他跟一位同事一起合租，下班后，同事总爱跟珍妮吐苦水，说领导为难他，同事排挤他，工作开展不下去。刚开始珍妮还费心安抚他，可时间一长，珍妮发现自己也开始变得消极。他一会觉得自己能力、经验都不行，根本出不了头，一会又觉得公司平台太小，干下去也没什么前途。很快就失去了向上的动力，开始摆烂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他立即从合租的公寓搬出去。没有了同事的干扰，珍妮很快恢复了对工作的热情。几个月后，因为表现突出，他被破格提拔为主管，薪资翻了2倍。职场中有这么一种人，浑身散发着负能量，领导的批评、同事的意见、家里的琐事、客户的要求，任何一件小事都能让他瞬间变身情绪黑洞，肆无忌惮地宣泄着不满，散播着情绪病毒。此时你千万不要想着去做点什么，试图成为他的情绪拯救者。职场人最清醒的认知是明白别人的情绪与自己毫无关系。当别人的负面能量已经影响到你的工作，转身离开不是不近人情，而是对自己能量的保护。3. 认知黑洞。以前在工作中，我是个特别喜欢讲道理的人，遇到分歧习惯摆事实谈逻辑，非要把道理掰扯得明明白白。后来我发现，有些人无论你使出浑身解数，讲得口干舌燥，他就是冥顽不灵。到最后，你不但无法改变他的观念，反倒是他能用自己独特的视角、高超的辩论技巧，把你按在认知的洼地上反复摩擦，让你身心俱疲，伤痕累累。后来我读心理学的书，看到个人构念论这个理论，意思是一个人认知是由过去的见识、经历、思维、期望、评价等等形成的观念。每次遇到相同或相似的场景时，我们习惯用以往的经验做出判断。人的认知一旦形成，便很难再听进去别人的意见。那时我才明白，认知的隔阂才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鸿沟。愚蠢不接受启蒙，与其浪费口舌去叫醒一个沉睡的人，不如保持沉默，转身离开。约翰·拉塞特是迪士尼的动画设计师，
他除了画画，还酷爱计算机。当时，智能绘图技术开始兴起，效率远高于手工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他给上司发了一封邮件，建议公司尝试用计算机制作动画。谁知他没有等来上司的回信，却被人力部门通知自己被开除了。而公司给出的理由是，上司觉得他太疯狂，竟敢用电脑画画。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画画是一门艺术，用机器画画毫无灵魂。整个行业也都是靠手工作画。约翰本想找公司理论，但一想到上司顽固不化的样子，就放弃了沟通。不久后，约翰去了另一家公司，用电脑制作了一部爆火的动画片。这部动画就是皮克斯公司的《玩具总动员》。知名博主九边有句话说得很对，两伙人想聊某件事，需要共同的一些知识或者经验储备，不然就是鸡同鸭讲。层次不同，无法平等沟通；认知不同，无法互相征服。花时间、花精力开导别人的无知，是一个人最大的无知。工作中最珍贵的就是时间和心力，千万不要浪费在认知不同的人身上。4. 习惯黑洞。前段时间回家探亲，听到了表哥的近况，很是感慨。表哥是我们县第一个考上985名校的大学生，乡亲们都对他高看一眼。表哥也很争气，毕业后在城里找到了一份体面又清闲的工作。他想的是以此工作为跳板，闲暇时间学习考公，彻底改变家族的命运。可他公司那帮同事整日不是摸鱼打游戏，就是拉着他一起打麻将。他推辞说自己下班要看书，同事揶揄他的装。他不愿卷入公司的帮派斗争，拒绝饭局应酬，同事又说他不合群，假清高。为了尽快融入集体，他被迫参与其中。同事组酒局，他陪着喝到昏天黑地；同事熬夜打牌打游戏，他也跟着通宵达旦地玩。就这样，表哥和同事们打成了一片，却也沾染了种种恶习。沉溺于吃喝玩乐，对考公也不再上心，整个人变得懒懒散散。多年后，那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变成一个职场老油条，一直在单位中层混日子。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曾提出一个概念：社会认同倾向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人会不自觉地模仿身边人的行为方式。当你身边都是游手好闲的人，你也会不可避免地沾染种种恶习，最终沦陷在底层。工作中总有人在敷衍、摸鱼，而且设法将你变为他们的一员。我劝你一定要离这种人远一点，因为一只鹤站在一群鸡当中，最终的结果不是鹤被鸡群同化，就是被鸡群逼死。心理学中有一个泡菜效应，不同种类蔬菜泡在同一个缸盐水里腌制，时间久了就都会浸染同样的盐味。职场中亦是如此，和黑洞人在一起，难免被他的负能量所吞噬，堕入无尽的黑暗。保护自己磁场最好的方式就是尽早筛选，光速远离。蔡康永曾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，有些人3句话就流露出自卑来。比如某人去印度了，他不会说我前几天去印度工作了，而是说我前几天搭私人飞机去印度工作。他把你瞧不起他，得让你知道他有私人飞机，他很了不起。人越是自卑，越是无知，就越喜欢秀优越感。这类人总想把自己包装起来，装出个富丽堂皇的样子给人看，然后在别人的赞叹声中享受虚无的满足。殊不知，一味的装腔作势，永远不可能获得别人真正的尊重。而真正认知高的人根本不屑于去装。钱钟书的《围城》里有这样一幕：赵鑫没有词做东，请了方鸿渐、楚慎明、董协川几人吃饭。一入席，赵鑫梅这个东道主还没说几句话，楚慎明、董协川2人就开始大放厥词。楚慎明夸口自己是哲学家，
说在英国时和罗素关系甚好，还说罗素请他帮忙解答过许多问题。但其实罗素只是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，有什么计划，他茶里要搁几块糖这类的日常琐事。而董协川则更了不得，仗着自己会做几首诗，便目中无人。他说唐以后的诗人也就只有灵谷山元了，即杜少陵、王广陵、梅婉陵、李昌谷、黄山谷、李义山、王半山、陈后山、袁宜山、陈散元。方鸿渐问他不可以加个坡吗？董协川回答得十分傲慢，苏东坡他差一点。方鸿渐听后啧舌不已，想东坡的诗还不如他法眼。但在一片吹嘘声中，作为东道主又兼留学生的赵新梅，从始至终既没有反驳别人，也不曾吹捧自己，只是笑着听他们说。他的这份涵养也让方鸿渐对其佩服不已，直夸赵新梅日后一定会混得十分如意。在人人都想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时代，不装反而成了一种很可贵的品质。做人也实在没必要装。生而为人，谁也不比谁高明，谁也不比谁低贱。就像作家杰克·伦敦在《海狼》中所说的，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钻石，而在别人看起来却只不过是钻石的同素异形体碳。一味把自己看高看重，只会被别人看低看轻。当有一天你不再张口炫耀，而是闭嘴沉默，那么你的认知才算达到了更高的段位。韩寒曾说，自尊心过强的人其实是非常软弱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建立一套自己的认知体系，于是他们只能通过装阔吹牛来掩饰自己的自卑无知，以为把自己吹上了天便可高人一等。但越自我标榜，越会凸显出他们的愚昧和浅薄。老子曾说，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为人处事多一点谦卑，少一点装腔，你才能在受到他人尊重的同时，抵达更高层次的境界。作家冯唐说，一个人奋斗累了，还是找不到出路，就研究送礼，你会发现奋斗几年还不如送一条烟一瓶酒赚得多。我并不是鼓励大家投机取巧，只是想告诉大家，做人不能太实在，一定要学会点人情世故。这不是让你变得虚伪，变得圆滑，而是让你更加成熟，更加睿智。我站在1楼，有人骂我，我听见了很生气。我站在10楼，有人骂我，我听不清，以为他在和我打招呼。我站在100楼，有人骂我，我根本看不见，也听不见。高度不够，看到的都是问题。放大格局，你的人生会不可思议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